这期出租房断网那叫做一个精彩呀！这种断网案例你们肯定没见过，当时真的把我整懵了，我18般武艺都用上了，没想到最后还是靠粉丝才解决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步入今天的主题。我跟着房东来到了3楼的热电箱，这个是他们的主交换机，全部房间的网络都汇聚到这里了。这个是他们之前的路由器，由于断网的缘故，他们以为是路由器坏了，所以就重新买了这个路由器。喊我过来的目的就是把他们的网络给恢复就行了。开始我以为是其他房间内有小路由器干扰导致断网的，所以我先不着急恢复他们的网络，而是我先拔了路由器的主线，用我电脑接上去，看看会获取到哪个小路由器的地址。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电脑居然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，难不成他们断网还不是小路由器导致的？当时我又用软件扫了一圈，没想到还真的是没有扫出小路由器来。那么看来他们断网就真的是路由器坏了而已。于是我就把主线接上去，准备恢复他们的网络。路由器的调试过程是非常简单的，我这里就一笔带过了。调试完毕后，我发现我电脑还是没有任何的网络，我又马上看了下路由器的状态，发现万一已经联网了，但是这个万二还没有联网。正当我要检查万二的时候，结果它就显示正常了。大伙记得刚才这种情况，这个是一个伏笔。虽说显示联网了，但是我电脑还是迟迟没有显示网络进来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电脑反应慢，于是我就打开测速软件试了下，看下网络有没有进来。我等了一会儿，测速有200兆的网络，那么证明目前是有网络了。我也打开网页验证了下，网页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，也以为这次维修就结束了。但是真的这么简单的话，就不会有这期视频了。当时我就来到一个租客的房间，检查他们的网络是否正常。我看了下他的电脑，还是显示没有网络进来。于是我就查一下这电脑的 IP 地址是多少。当时我看到网关是空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电脑没有和路由器连接上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插网线了。我把网线插到我电脑上，发现也是没有任何网络的。我又查了下我电脑的网卡状态，发现我电脑是没有识别到网线的。那么这条网线可能存在问题。当时我看到水龙头都氧化成了这样，就重新给它打了一遍水龙头。水龙头重新打完后，这下电脑是可以识别到网线的，而且也能正常获取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。但是奇怪的是，网页仍旧是无法打开的。此时我只能拼路由器，看下能不能拼得通了。路由器它是有回应的。好消息是，路由器是能拼通的，而且拼的同时，电脑右下角也显示网络正常了过来。但是我再打开网页验证了下，发现网页还是一样的打不开。它可能会反应有点慢，插上去都要过一会儿。但是路由器拼得通，你的交换机可能应该和水龙头意义不大。我看了下拼，线路它是正常的，而且路由器的后台也是能进的。那为什么还是无法打开网页？这种情况下，只能去交换机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我试一下这边，你这个，你直接从交换机出来试。对，直接交换机试一下，它304对吧？对啊，它那个高回事。回到交换机面前，我把电脑接了上去后，发现电脑还是没有显示网络进来。3点。我查了下电脑是有 IP 地址的，我再尝试打开网页，但是仍旧是打不开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再次进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进来了后台，我发现万1和万2两条宽带是显示联网状态的，那么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交换机有问题了。于是我就拔了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的网线，然后我电脑直接插到路由器上，看看网络是否会正常。当时接上去后，我又尝试打开个网页试了下，结果发现电脑连接路由器上还是不可以上网的。当时我就怀疑他们宽带是不是出了问题。你的宽带有问题，你这宽带有问题。你是中国电信吗？等会打电话查一下就知道了。你这宽带打过2次了，都说是好的。不，你现在2条线分别2个宽带试一下是哪个有问题？这样。你不是刚弄完的吗？你有欠费吗？没欠费吧？没有，我才交的费。我昨天分开拨号过了。那个是不是那个路由器设置错？你看大伙记得他们说已经打电话给宽带师傅2次了，宽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也确定了宽带是没有欠费的，而且他之前也用电脑单独拨号试了下，光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种情况下，那么我就怀疑是不是 DNS 出了问题，于是我就拼了下百度。从哪条网线？路由器是里面设置错误，那个软件设置错误，没输那个账号密码。我拼百度就可以，但是打不开百度。结果发现百度它是可以拼得通的，那网页怎么就打不开呢？当时我就尝试拔掉一条宽带试了下，看看网络能不能恢复过来。可惜的是，就算拔了，
网络还是没有恢复过来，我又把它接了回去，再拔另一条试下，后面的结果也是一样的，网络还是没有恢复过来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用电脑单独拨号试试了。电脑拨号成功后，我就测了一下宽带，大伙儿看吧，能跑100兆，宽带是正常的，而且我打开网页，它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。看来光猫确实没有任何问题。接着我又试了第2个光猫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当时我在进入后台，却看到了万一的情况很不对，拨号上了，却显示没有网络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它又显示正常了过来。我再尝试打开网页验证一下，没想到仍旧是打不开的情况，这下可把我整郁闷了。这2个光猫我已经单独测试了，它是正常的，而且路由器和交换机是没有任何链接的，这也排除了交换机的问题。为什么光猫一经过路由器就没网了呢？当时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这个路由器坏了，但是人家说昨天刚买的，应该不会坏。那时候真的把我整不会了，我以为我调错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把路由器还原出厂，再重新调试了一遍。就这样重新调试好后，这个奇怪的提示又出现了，显示已连接上，但是未联网状态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它又显示正常了。期间我又打开网页试了下，仍旧是打不开的情况。浏览器是怎么打不开？不管怎么样都打不开，但是拼百度就可以。我又拼了下百度，结果现在倒好，连外网都拼不通了。这故障就真的把我整不会了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再拼了下路由器验证，它是可以拼得通的，那么线路也是没问题呀。我再看了下后台，万1和万2一直显示联网状态的，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路由器的 DNS 出了问题，于是我就设置我的电脑静态接入，用我指定的 DNS 试试。但是尽管改了 DNS， 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无法打开网页。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联网段存在什么冲突，我又把路由器改成了102网段，后期甚至把 DHCP 里面的 DNS 也改了一遍，结果依旧是不行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判断是路由器出了问题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？我把它带回去后，不管你怎么测试，它就是正常的。这种情况下就真的很无解了。这2条线给换了，但是网络还是没恢复过来。当时我连光猫的跳线也都换了，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，我只能再次打运营商电话，让他们核实下自己的宽带是否正常了。在拨打期间，他们和我说他们有宽带师傅的号码，没必要打给客服，而且他们刚才又确定了一遍，师傅说宽带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仍旧坚持我的选择。下午好，请问什么可以帮你？我报个宽带账号，你帮我查一下是否正常。可以的。0898。你这个宽带线是连不上网是吗？连上了，但是用不了。路由器显示有连接，但是用不了网络。宽带是显示有故障问题了，然后是显示设备承载力不足，然后这个的话呢，需要给你上报，让师傅上门给你处理哦。就是说宽带有问题对吧？对，宽带线路或者设备有问题了。然后还有另一个，还有另一个账号。这个故障我先给你报，可以的。这个故障你先帮我登记一下。已经给你报了，还有个是多少？0898。这个号码也是连不上网吗？它现在是显示已连接，但是没有任何网络。我给你看一下。那您把光猫路由器有断电重启断电了，断电5、6遍了。也是同一个地方是吗？对，就是同一个地方。我看到是有设备在线的，然后没有检测出那种异常的，我帮您重置了一下，您把光猫路由器也断电试一下吧。这个账号是正常的。这个账号显示正常，而且有设备连接的，所以我帮您重置了一下，您把光猫路由器断电再试一下可以吧？第一个是不正常是吧？第一个提示有故障，但是这个没有。感情真的是他们的问题，但是他们说另一条宽带是正常的，但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路由器单独接上去也是没有任何网络的？它已经显示联网了，但仍旧是打不开网页的。由于那边已经下发任务了，宽带师傅没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没想到这宽带师傅看到我，眼神就亮了。他问我，你是不是海南热电小胡？然后就马上表示他是我的粉丝。他看到我在场，一下子就来劲了，马上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。最后你们猜怎么着？终于找到问题了，那就是这2个光猫实在太老了，他们的后台已经无法分析它到底正不正常了。后面换掉了这2个光猫，从此一切就正常了过来。总之，这期故障非常的狗，电脑单独接到光猫档，居然还能正常上网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本期案例就分享到这了，下一期案例更加的来劲，比这期还要精彩。